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2月27号，星期六。你们也看到了，面具人我换了一个新的场景。可是呢，就有观众朋友们留言了，说，你这个场景好像缺了点什么。OK， 你等一下啊，现在再看一下，感觉怎么样呢？面具人，我最近一直在调试这个场景呀，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点好的画面效果。可不过呢，好像很多人在听新闻节目的时候是不看画面的。反正面具人我也是这样，我就是喜欢戴着蓝牙耳机只听内容，我不看画面的。或者是在打游戏的时候，新闻只是在后台播放，我屏幕上依然是在打游戏。新闻这类的内容就是应该解放双手，干点别的时候边干边听才是最爽的。好了，不扯闲话了啊，来看今天的标题：吴孟达去世，马云成残疾人，习近平提出锁婚概念，中国全职主妇离婚要赔劳务费，拜登下令轰炸叙利亚，做掉17人，美军侦察机逼近广东，民主党不好惹。先给大家紧急布告一个不幸的消息，面具人，我从大逼哥的朋友圈分享中看到了吴孟达先生去世的消息。那么这个消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就等明天吧，应该会有陆续的新闻网站各大的头版头条都会公布这个消息了。面具人，我倒是希望这个消息是假消息。这一回想，面具人我前几天才做的节目说，这个肝癌一旦发生扩散了以后，人就活不了多久了。我看呀，也就是3天前才做的节目吧，说吴孟达先生的事情嘛。这一回想，3天呀，恍如隔世。前几天做节目就说吴孟达先生活不了多久了，结果呢，他今天就去世了。瞧我这乌鸦嘴，呸！面具人，我希望这一回呢，我跟那些民主大师是一样的，说话不灵验，好不好？面具人，我本人呢是非常尊敬吴孟达先生的，他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快乐和灵感。那面具人也在此脱帽表示敬意。周星驰和吴孟达再度合作，也已经成为遗憾了，因为人已经不在了嘛。吴孟达先生这个港片的标志性人物的去世，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于很多80、90后的人来说，应该是自己青年童年时期的结束。顺便，面具人想在这里提醒一下周星驰先生，不要做遗憾的事儿，尤其是不要总做遗憾的事儿，更不要做没有必要而且遗憾的事儿。做人做事儿要恩怨分明。面具人也想告诉一下大家不要学习那些什么五毛呀、国宝呀、保守粉呀什么的，他们说得癌症正常，因为人口多嘛，或者是反环保之类的阴谋论、叫嚣战争之类的话。要注意保证自己的安全，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生命真的是很脆弱的，大家要有同理心呀。那么今天咱们的节目也会涉及到一些战争和同理心的话题。好了，咱们先来讲讲同理心吧，给大家讲一个网络时代的悲剧，那就是马云成残疾了。这个马云并不指的是马云本人指的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小马云。小马云呢，因为长相和马云相似而迅速的走红于网络，可是呢，他也成为了网红时代的，尤其是反映中国人的低智无情的悲剧。那么提到马云了，面具人想先说这个事情面具人再一次的精准的判断了马云不会有事儿的这么一个社会现象吧。习近平很可能会给马云一个非常体面的下台方式。面具人，我的预言呢，到了今天又被印证了。民主大师们之前传的马云要完蛋了，要坐牢了，甚至要被大卸八块了的谣言，看来又没能实现。
中国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今天上午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颁奖。其中呢，阿里巴巴获奖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消息一出呢，阿里巴巴的股价在香港的股市由黑翻红，马云本人呢也笑开了花儿。大家直接搜面具人马云的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之前对这个事情的精准预判。老观众朋友们可以给我留言作证啊。其实呀，马云真的不用我们这些底层人去操心。有时候面具人我真的很奇怪，咱们明明自己是奴隶，可是呢，这奴隶自己却不关心奴隶，还要去替主子操心。不可怜的马云，实力强大的马云，身价几千亿的马云，大家都在担心他会被抓，他会被坐牢，他会被大卸八块。可是呢，这可怜的小马云，大家只是拿他来消遣娱乐，最后让这个可怜的娃儿成了残疾人。现年13岁的范小勤因为外貌酷似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而爆红。在范小勤火了以后呢，他也得到了马云本人的关注。马云也表示会支持范小勤的学业。马云还承诺将承担范小勤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学费。那面具人，我不知道马云的这个承诺兑现了没有啊？目前来看呢，反正这个小马云是没上学了，以后呢估计也上不了学了。为啥？因为这个小马云成了智障了。他成智障了以后还怎么上学呀？对不对？很多人说小马云是被网红时代毁掉的，是娱乐致死的结果，被黑心的网络商人压榨了。也有很多人说小马云本来就是智障，这些网络商人能捧红小马云一段时间，就已经是对小马云很大的帮助了，不然呢，小马云会过得更惨。再多的解读就成阴谋论了，没必要。那在开始讨论这类话题之前呢，面具人想要先做个统计，大家请先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留言，赞同第一个观点的请留言打1，赞同第二个观点的请留言打2。好了，咱们开始来分析这个事情啊。2015年上半年，范小勤也就是小马云，因为长得像马云，被亲戚拍了一张照片发到了网上，而引发了网络的一次传播和讨论。然后呢，这个话题也被马云亲自点名。马云说自己像是在照镜子。由此呢，范小勤全面的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成为了一个另类的网红。巨大的关注度带来了大量的流量，一批嗅着铜臭味而来的商人也就拿下了没钱、没权、没见识的范小勤一家。在2017年，他被催眠大师刘长江带走。从种种蛛丝马迹上面看，起初呢，刘长江还真的是有心想把小马云打造成一个大网红，来做长线钓大鱼。不仅注册了2家与之相关的公司，还给了范小勤的父亲范家发一部分股份，还帮范小勤家里面装修房子，看起来很慷慨，对吧？实际上呢，开公司装修房子能花几个钱嘛？对刘长江这种成功人士来说，那简直是不值一提，对吧？刘长江承诺每年会给小马云他爹发1万多块钱的工资，并且呢，范小勤考上大学会供他读完大学。如果范小勤考不上大学，就让他到自己的公司里面工作。不仅策划范小勤与冰花男孩连线，还想把范小勤打造成公益爱心童星小马云、乡村贫困学生代言人、企业家小马总。这样一看，是不是觉得这些人还是挺正常的，挺有计划的？只是呢，刘长江自己就缺乏造星的经验，也只是他的处女作。
可是好好的人设到了表现的时候，就全部变成了漂亮的保姆陪着小马云坐飞机、吃大餐、谈业务、做公益，没有一点实质性的内容。说白了，这些内容就只是在表演成功人士的日常生活而已。可范小勤既不是成功人士，又缺乏才华，但刘长江却在一个劲儿地把范小勤往成功人士上面捧。可是呢，成功没有契机，甚至一点基础和才华都没有。你哪怕有一点点才华，就像那些红三代一样，都能被捧红。可是呢，小马云年龄小，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一切呢也都变成了空中楼阁。这些准备搞的人设，别说是崩塌了，连建都没有建设起来。小马云当时呢，说实话也确实有流量，微博上面呢还有将近60多万的粉丝，但可惜呢，他获取流量全凭一张脸，像谁不好呢？偏偏要像马云。这种好奇心在网络上面往往就是一次性的，无法持久。这些粉丝的转化量、商业含金量都不高。于是呢，3年后，随着马云的隐退，这个热度呢也就被消遣殆尽，解约呢也就变得自然而然。于是呢，在2021年1月5日的时候，小马云的漂亮保姆王云辉把他送回了老家，撂下了一句“老板不会再给钱了”的狠话，便转身走人了。多么的悲凉呀！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商人在经历了无数的利益交换之后而翻脸的无情的故事。小马云本人呢，现在也被检测出了矮小症和智力障碍。那大家听到这里，回想一下刚才面具人我让大家回答的观点啊，你们回答完了以后，面具人我再发表我自己的看法啊。大家请先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里面留言，赞同第一个观点的请留言打1，赞同第二个观点的请留言打2。首先呢，面具人我不得不说，中国现在已经和地狱没有什么区别了。网络上现在带的节奏都是在声讨小马云的。面具人我也相信你们刚才留言的人之中，有不少人是打2的，觉得网络公司能带小马云搞这一圈已经是给他最大的帮助了。小马云他自己本来就是智障，有什么好声讨那些公司的？面具人我看到这种言论的时候啊，我就在感慨呀，这种野蛮无情的话，哪怕人家就真的是个智障，在西方，至少在澳洲这边不会有人这样说的。首先呢，咱们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小马云他母亲有智力缺陷，并不代表小马云就一定会有智力缺陷。其次呢，从小马云的行为表现来看，至少他不是中重度智力的缺陷。面具人，我是心理学者，那我告诉你们啊，幼年的一些所谓的智障呀，也有可能是心理毛病，并且呢，轻度的智力缺陷在年龄越小的时候进行适当的治疗和弥补，是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其成年以后参与劳动和工作的能力的。最后，面具人，我想说，我是在和你们讨论小马云是不是智障的问题了吗？我们难道不是应该思考这些网红商人压榨一个小朋友，让他的家人钱也没赚到，还是那么的穷，而且让这个孩子失去了最佳的学习和治疗的机会，这个难道不可憎吗？不，观众朋友们，这个不是最可憎的，最可憎的就是中国的这些暴民，底层暴民。面具人，我从这些暴民身上啊，看到了中国人的这种毫无科学精神、毫无怜悯心、毫无同情心的简单粗暴的指责一个小孩的行为。人家刘长江本人啊，至少还是出了力的了，人家也没说小马云本来就是智障，就是那样了。可是呢，这些网络暴民却说，
哎呀，帮他就不错了，他本来就是智障，就是那样。我真的是难以想象啊，中国的这些网络暴民啊，能无耻无情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我们再回过来想一下啊，这种言论能够在中国的网上大肆发酵，并且呢，还有大 V 网红说同样的话，带同样的节奏，那目的很明显了，这就是要带节奏，这就是要剥夺中国人对小孩子的同理心嘛。为什么？因为小孩被剥夺了同理心，大家不关注小孩了以后，这些小孩就能当机器人培养了，对不对？不用同情小孩。如果说这么明显的小马云的人为悲剧都可以如此理直气壮的说他活该就是智障的话，那中国人还有什么恶事是做不下去的呢？无论是反共挺共的，你们看啊，粉红他诅咒别人死全家，杀光台湾人，毒奶粉啊，还有些人呢要阻止给要饭的施舍好心。反共的这边也是一样的，反共的也诅咒别人死全家，反共的人反环保，到处造谣阴谋论，叫嚣战争，骗捐，给别人制造虚假的希望。哎呀，这些恶事呀数不胜数。观众朋友们，面具人，我有时候啊有一个问题还真没想过，后来呢我仔细的想了一下，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情，那就是只要你能想到的人类能做到的坏事啊，中国人都有做过，而且呢还基本都是中国人对中国人干的坏事儿。好了，来讲今天的第3件事啊，习近平锁婚的事儿。中国一个离婚法庭判决丈夫向妻子支付5万元人民币劳务费的事情引起了网络轰动。作为他在5年婚姻中做家务的补偿，丈夫给妻子赔偿了5万元。维权人士希望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能够使女性在中国获得更多的保护。你没听错，就是这些人权律师啊，反共人士都在称赞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该不该称赞呢？我们接着往下分析吗？在做出这一判决之际，全球正在就女性从事家务劳动是否应该获得更多的社会承认与补偿展开辩论。首先呢，西方对女性和孩子的照顾那绝对是完爆中国的，所以呢，西方的女权咱们先不讨论，咱们就来讨论中国这边的情况。有研究表明，在许多国家啊，女性承担着不成比例的家务劳动，中国也一样啊，这妨碍了他们的志向和就业机会。可是呢，在西方啊，人家女性是不能被强制开除的，并且呢，你在西方获得的工资要是远高于中国啊，所以呢，西方咱们就不先讨论啊，咱们就来说中国。中国现在的节奏就是很多公知网红称赞，给老婆赔劳务金是一个突破，而且呢，还很多人认为啊，这个赔偿的金额太少，认为全职保姆的收入比这个金额要高多了。这个事情引爆了中华田园女权的激烈讨论。有微博网友写道，这对中国女性也太不公平了，才发这点钱。截止周3晚间，有关于此案件的话题标签已经被浏览超过了5.7亿次。那么看到这个数字了以后，面具人我就想说啊，中国人真的是脑残呀！这个数字你信吗？这个数字你就觉得是热度了吗？中国的有经常上网习惯的常住网民也就是7、8亿人，就这种离婚给判劳务费的事情就能有5.7亿左右的人观看，你们信吗？那面具人我曝光中共黑幕的视频，怎么在墙内一个观看量都没有呢？墙外的这些大外宣刷假流量，帮党带节奏，流量刷的那是飞起呀。那这都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呀，共产党就是要把这个热度刷给你看呀。热度高了以后，中国人爱跟风就会点进去看嘛，对不对？
共产党想要让中国人维持这种高节奏的物化婚姻，所以他才故意炒热度、刷流量、带节奏。离得起婚你就离啊，离了以后继续找对象，继续繁殖，离不起你就不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女性的平均每天做家务的时间为2小时6分钟，而男性呢仅仅为45分钟。中国女性在家庭和职场长期遭受歧视，近年来呢，她们一直在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为公平的待遇。活动人士领导了反对家暴的运动，一个规模较小的"我也是 Me Too" 的运动，在中国的全国蔓延开来。在中国能搞运动的，除非是党支持，否则呢，你就做梦吧。面具人，我想说啊，国家现在为这种事情背书的话，我认为反而是推卸责任，反而是对女权的不尊重。国家垄断了一切赚钱的渠道，对女人也不例外，并且呢，在中国轻松好赚的事情都是红色子女在做，普通的人呢只能下苦力，做最脏的活，赚最少的钱。同时呢，医疗、养老、教育、房价把中国人压迫得死死的，尤其是党带的节奏啊，他把婚姻和房子捆绑了以后，让普通家庭为了赚钱生存还房贷，根本喘不过气儿来。那女性呢，说实话也确实是因为生育的问题容易丢工作，生完了以后呢，又要因为带孩子的问题无法全力的工作，这些都是女性无法更高效的工作的问题。那么男性呢也是一样的，女性无法工作了，在家里面养孩子，那男性为了赚更多的钱，赚双份的钱，同时呢养老、医疗、教育、房贷啊，这些都是压力呀。所以呢，他就要更多的付出精力和体力，而这中间呢，都是双方各司其责。女主内，男主外。从古代开始，女性母系社会被淘汰了以后，一直都是男性在外拼搏、打猎呀，或者是干高风险的事情，女性呢，则是摘野果或者是照顾家庭。现在也不例外。因为女性要带孩子嘛，要生产嘛。其实呀，你不要说女的不容易，其实男人赚钱也不容易，尤其是在中国，你出去上班工作做生意还要看人白脸，对不对？出去工作上班做生意还要看别人的白眼，赚着和回报不成比例的收入。有些工作呢，甚至是以消耗生命力为代价的。如果真的要算得这么精的话，你说这男人赚的这些钱，你作为妻子的不也是吃到嘴里了吗？你和他生的孩子不也是吃到嘴里了吗？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孩子是给他生的。那么你这一句话就能抵消掉了这个孩子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的现实吗？你就能抵消掉这个孩子他也是你决定生下来的吗？并且呢，你说你们都吃了，大家都吃了，都是公平的，这房子你们不也都是同在一个屋檐下吗？所以说这种话题没必要纠结，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呢，如果你们双方有感情的话，你们都爱着对方的话，你们都是会希望对方能够快乐一些，对方能够轻松一些。其实我觉得这种问题没必要纠结啊，这中间的尺度把握好是最重要的。这人结了婚以后啊，柴米油盐，大家应该互相体谅。如果你非说要算得如此精确的话，女的是不是要把自己的房租、伙食费、情感费都算上？这男的在外面工作了一天，作为妻子的看到他今天如果真的是累，帮他分担一点家务也是正常的嘛。分担完家务了以后，大家一起看电视剧，吃爆米花，吃鸡腿，你帮老公保存一点精力，留着晚上睡觉的时候再释放出来，岂不是更好呢？而且呢，咱们就按照科学的逻辑来看，这个男的帮你挣钱，你平时照顾他的健康，照顾他的心情，
是不是这个男的就能精力好一点，体力好一点，他就能赚更多的钱？他的身体好了以后，他就能更持续的赚钱。你今儿跟他吵架，明天不让他吃好，后天呢他死了，谁给你赚钱呀？对不对？咱就从现实的角度上来思考，这也是很科学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冷冰冰的斤斤计较，那按照中华田园女权的思维来看，那就是追求女王般的特权，而去践踏其他人的权利。那面具人我一直都在抨击，中国人追求的并不是平等，而是霸权特权，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今天你能当王，明天呢就能被大海掀翻小池塘。可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带节奏呢？让作为妻子的女人降低对老公的同理心，这其实和刚才小马云的事件，就是网民认为帮助一个智障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事情，是异曲同工的。其实呀，女人和小孩是整个社会的基石。如果大人对小孩无情，女人对男人无情，男人把女人物化，那这个社会其实就已经不能叫做人类社会了。人类社会是有感情的，是有同理心的。可是中国的这个社会只拿物质利益利用来衡量人，那么我们也就只能把它看作为机器社会了。当中国人的这种同理心都没了以后，那就更好操控了。中国这么搞，本质就是恐怖主义，不把人当人看。反对派都是牲口，女人都是牲口，男人也是牲口，大家都是物质，物质干什么？加油，他们就能干。残疾人呢？那不能说是牲口了，就是器官源头。智障都是活该，帮你是给你面子，不帮你是给你讲道理。